穿越到封神世界999年，我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一个字：狗。终极主线任务发布，清静10日，10日之内，茅草屋百里范围无外人进入，宿主将晋升为天道化身，永恒不灭。师傅，救我！我的爹，我花了100年种的宝草啊！原来是躲在这种穷乡僻壤，金鹏，跟本座走一趟吧。踏入金仙，西方教未来佛，怎么惹上这种大佬了？人家我是狗道中人，能动口绝不动手。这位佛爷有话好说，小徒不懂事，若有得罪，您开口，我绝不还价。这孽障本座要定了，至于你，不准对我师父无礼！无照圣人陈胜，竟敢放肆！警告：不死之身进度倒退10%，宿主名号被大罗金仙弥勒知晓。金鹏，你这个坑神逆徒！师尊教诲，君子不重则不威。你这秃驴口出狂言，就这劲打！我你别冲动，我这是在为师傅的退休计划添堵啊！好一个儒教陈胜，本座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佛法无边。阿比克，我的永久假期全没了。一群井底之蛙也敢在本座面前坦威，今日便让尔等神形俱灭！忍不了了，再忍下去，家都要被偷了，我的退休金呢？好强！这一掌充满了仁爱，是以无上人心感化了对方的杀意。俺老子悟了，这就是仁者无敌，不是靠蛮力，而是靠德行，让敌人自行溃败。师尊的境界太高了！警告：宿主主动与西方教未来佛产生正面冲突，不死之身进度倒退50%。500年的努力就这么没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尊神威，今日若非师尊出手，我等恐怕已遭毒手。师尊放心，俺老孙已经领悟了仁者无敌的真谛，下次再有不开眼的，不用您出手，俺就替您感化他。感化？你们管那叫感化？不是想把我气死，牢记成我的草庐吗？你们讲的道是什么？是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高是层，是低调，缩头乌龟。听见没有？真正的强者要让3界众生都不知道你的存在，这样才能长生，懂不懂？我明白了，师尊是说我们动静太小了，所谓大音希声，就是要搞出别人无法理解的动静，让他们以为是天灾，自然就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了。师傅的意思是，只要把所有潜在的敌人，在他们发生前就物理静音，自然就没人知道我们了。高，实在是高！你们给我滚去后山面壁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出来！师尊今日被迫出手，心中定然不快，既因我等无能。没错，师尊嘴上让我们搞，心里肯定希望我们能替他扬名立万。两位师兄，师父让我们低调行事，你们不要再给师父添乱了。师妹，你这就没领悟到师尊的精髓了。我们当弟子的得主动为师尊分忧啊！不错，那个弥勒是西方教，我这就去西方教，把他们的声音都净了。缠脚的家伙也不是好东西，我去东方会那帮伪君子。
师兄，不要了！师傅的强强绝了！啊，这次骂得够狠，道理也讲透了。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就是要让他们明白，真正的强者是不会让别人知道自己名字的。这一下总该老实了吧？红红处处是阴，拳头再硬，也要受点算计。唯有清净无为，与世隔绝，方为长生久世之无上大道。等我成了天道化身，就写本书，把我的口诀发扬光大。书名就叫“苟活”。哈哈哈哈！程泥鳅，再快点！跑得这么慢，怎么给小爷当坐骑啊？再不听话，小爷抽了你的筋，给我爹束腰！上仙饶命，小妖只是路过，求上仙放我一条生路。放了！小爷今天心情不爽，就拿你开开心，是你的荣幸。住手！哪儿来的野猴子，敢管小爷的闲事儿？师尊曰：“仁者爱人，如滥杀无辜，算什么仙家弟子？”哼，仁者爱人，什么酸屁！小爷我师从太乙真人，爹是李靖，你这野猴子算哪根葱？也配教训我？赶紧滚，不然连你的头脑一并打出来！师尊曾言：“有教无类。”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我教你做人的时候，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管你是天王老子还是圣人弟子，这俺老孙都得爱一棒。找死！你这泼猴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孺子可教也，这就对了嘛。讲道理之前，先得打服了。砍吧！野妖怪，有种别走！等我师傅来了，定要你身形俱灭！叫人好啊！师尊曰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多来几个，才够俺老孙热身。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儒教的热情好客。”怎么回事？右眼皮直跳，是错觉吗？定是天道化身江城引来的道心法。不妨，小丑，只要弟子们不出去，就没人能找到我。稳住，稳口！何方妖孽，敢伤我徒儿！师傅，就是这泼猴啊！他不仅打伤徒儿，还侮辱我阐教。一个化身也敢在此叫嚣，不够看！师弟们，从朕有贵客临门，该我们尽地主之谊了。我等奉师尊之命，前来请进仙论道。克己复礼。这是什么？可恶之至！这到底是什么邪门歪道？这他妈是儒家！是俺老孙一棒！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。”今天就让你好好分析一下被揍是什么感觉。哼，听好了，今日拜你到场的乃儒教圣人陈胜门下弟子孙武20也，不服尽管去玉虚宫游人，俺老孙等着。
又来，这次怎么这么强烈，跟新机梗色似的？警告宿主名号被阐教金仙太乙真人知晓，因果纠缠不死之身，进度倒退20%，当前进度19.9%。什么？19.9%？我的进度条，我的养老保险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弟子们都在家反省，是谁在外面拜我道号？系统，对，一定是系统在搞鬼。最终任务前的压力测试，想用幻觉动摇我的道心，我骗不上的。清静，清静。尔等痴迷不悟，一身妖气，终难得正果。不如随我入西方，皈依我佛，洗去罪业，方为大道。菩萨饶命！我等修行千年，从未害人，不想去西方啊！痴迷不悟，此乃尔等之缘法，其中尔等拒绝。今日你们入也得入，不入也得入。师尊曰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他们既然不愿，你这秃驴又何必强求？大胆妖孽！此乃我西方教度化有缘，与你何干？师尊还曰：“大音希声”，意思就是把你们这些聒噪的家伙都变哑巴，世界就清净了。今日我便是来与尔等论道的。要我饶命啊！别伤我，我再也不念经了，我保证以后当个哑巴。哼，回去告诉你们的圣人，我叫金鹏，儒教陈胜门下弟子，今日特来论道。我师尊的仁爱之道，你们可还满意？若有不服，尽管来不中山找我。不过下次来，记得先想好遗言。谢谢妖王，谢谢妖王。警告：宿主名号被西方教众知晓，与点提道人产生间接因果，不死之身进度清零，晋升天道化身，任务前置条件失效，终极主线任务清净10日，难度提升，任何外人进入将直接导致任务失败。清零了，我的不死之身没了。我700年的努力归零了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只要时日清静，只要没人进来，天道化身还在，我还有救。肯定都在家，一定是幻觉，都是幻觉，是系统在 PUA 我。师叔，您要为弟子做主啊！那儒教陈胜纵容弟子行凶，还亲自出手打伤弟子。他说我西方教义是虚伪之道。圣人，普渡师叔被那金鹏撕了金身呢。他说他是来帮我们安静的。师叔，此仇不报，我西方教颜面何存啊！请圣人做主。障眼法，找到了。
师兄，那妖猴孙武二当着东海万妖的面将我的化身打散，他还狂言我阐教是天道走狗，他儒教的人定胜天才是正道。人定胜天，好大的口气！这儒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竟敢如此挑衅我教威严！这已经不是私仇，这是在动摇我阐教的根基呀，师兄！请首座做主。把我道统者当出！怎么回事？这股腥气比上次还强100倍！对，大功告成前的正常反应，道性的小考验罢了。稳得住，可是口道圣师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为什么这心惊肉跳的感觉越来越强？就像班主任站在后门玻璃窗外看我玩手机一样。警告：天机屏蔽效力减弱。什么？警告：检测到2股强横因果，正窥探此地。警告：宿主道场已被锁定。被锁定？不可能！肯定是系统出错了。秦王和我最懂我的无为之道，怎么可能出去惹事啊？对，一定是系统在搞压力测试。秦家就差几天了，别自己吓自己啊！我是简云，我与世无争。金师兄、孙师兄，你们闯下滔天大祸了！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打扰师父。到这了，要下雨了吗？这是五彩神光，不堪一击。别躲了，孔雀，出来吧！好一个陈胜，自己当缩头乌龟，连门都不敢出吗？手下伤害我师父！孔雀，你兄长孔雀大明王尚且归顺佛门，一只野孔雀也敢在我阐教玉虚宫门下张狂，母子两地，竟看那陈胜藏头露尾，便等到他出来为止。正有此意，让你看看我的实力。对不起，都是幻觉，马上就成功了。
的天道化身，我的退休生活，我就知道系统神的吓唬我。丁，检测到阐教金仙广成子进入清净范围，检测到西方教弥勒佛进入清净范围，终极主线任务清净10日失败，晋升天道化身终止。师妹，陈胜，弟子孙无二入我阐教道统，我等今日只求一个交代。阿弥陀佛，你门下弟子金鹏毁我佛门清誉，今日我等前来，只为讨个公道。是为师的错，交代。公道，我的清净没了，我的道也没了。现在你们闯进我的家，打伤我的弟子，还要跟我讨一个公道。死到临头还敢尊鹰！今日你这道场，你这些弟子，都要化为飞灰。废话少说，受死！师傅，快走！尔等给脸不要脸！师尊，我等来迟。您教会非礼勿动，但此二人已是无礼之极。师尊，此物倒是可以拿来装些笔墨纸砚。弟子拜见大师兄、二师兄。不妥，快走！惹得师尊动怒，尔等休想全身而退。大胆儒教竟如此放肆！逃得倒快，待儒教大兴，必要此等无礼之徒好看。为师辛辛苦苦勾了999年，看看，都给我睁大眼睛看看！系统，天道赐予的切天玉牌，能挡大罗金仙一次推演。就在刚才，因为你们两个地图导出的动静，这玉牌替我挡了一劫，直接碎成了这样。为师这上千年的狗道基业，差点就毁于一旦。要是没有这块玉牌，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，就是一具被西方教和禅教切片研究的尸体。不行，这股歪风邪气必须给我刹住！传令下去，把所有在外面鬼混的，不管是看门的还是扫地的，全都给我叫回来！为师今天要开大会，狠狠的开！都看看，看看你们的大师兄和二师兄，这才叫为师的真传弟子，实力同天，弹指间退敌。可你们问问三仙，谁知道他们的名字？谁知道他们住哪儿的？这就叫大象无形。真正的强者是把自己藏在空气里。再看看你们，一个打伤弥勒，
一个暴揍哪吒。现在好了，西方教和禅教都知道为师教陈胜住在这破山沟里了。你们看看这玉牌的下场，这就是你们给为师带来的福报。脆弱，不堪一击。师尊这是在示弱？不，绝不可能。师尊是在暗示我们，这种级别的防御根本配不上他的身份。明白了，师尊拿出这碎玉牌，是告诉我们，靠外部遮掩天机，终究是下乘。这玉牌太脆，根本护不住师尊的圣体。师尊，俺悟了。你悟什么了？这玉牌之所以会碎，是因为它太低级，是因为我们的防御体系太薄弱。师尊，你是在责怪我们没有为您建立一个金刚不坏、万法不侵的超级护盾。没错，师尊的意思是，单纯的躲藏已经过时了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强硬、更全面，能够主动粉碎一切窥探的绝对防御。简直是，滚！都给我滚去后山面壁！你小子在搞的真正写法，不准吃饭！弟子领命，定不负师尊厚望，打造出最强的狗道防线。师兄，你看，这是我从师尊桌脚下借来的天书。上面写了什么？你看这句“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还有这句“礼敬未然之前，法师已然之后”。师尊为何把这等神书垫在桌角？那是为了让我们俯下身子去发现真理啊！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礼敬未然。我懂了，师尊的狗不是躲在山洞里的狗，那是小狗。哦，那什么是大狗？真正的大狗是制定规则。如果我们建立了儒教，把我们的规矩变成洪荒的礼法，那么三界众生都在我们的规则里行事。只要大家都遵守我们的礼，那谁还会来攻击我们？谁还敢来窥探师尊？一旦有人想动歪心思，那就是非礼，那就是与天下大义为敌。到时候不用师尊出手，天地规则就会压死他。这就是大象无形的终极形态。因为我们就是规则本身，所以没人能看到我们，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之中。对，这就是师尊嫌弃那块玉牌的原因。玉牌只是个死物，我们要建立它，是一个活着的、覆盖整个洪荒的礼法结界。那咱就得建教立派，还得有个比昆仑山、玉虚宫还气派的山门，让儒教二字成为三界最大的护身符。为了师尊的绝对安全，为了师尊的终极清净，建立儒教刻不容缓。师弟们，经过深刻反省，结合师尊赐下的天书，我们悟了。孙师兄，悟啥了？不是让我们低调吗？低调，那是给弱者听的。师尊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建立一个让所有人都必须低调的秩序。我们要建教，要选址，要要请最好的资源。师兄说的对，我们这就去请。站住！都给我站住！这一大帮子人，杀气腾腾的要去哪儿啊？回禀师尊，弟子们去感悟天地，顺便找点建房子的材料。感悟天地？我看你们是想去翻天覆地。这是为师特制的清心符，你们每人一张，贴身收好。记住，出门在外遇到事情，先摸摸这张符，冷静3秒钟，切记非礼勿动。
千万别冲动，尤其是你，别动不动就伸爪子。一股浩然正气直冲天灵盖，海中内心怕人的事、怕因果的软弱念头，瞬间被清除得干干净净。天哪，这哪里是清心符？这分明是师尊赐下的无畏法旨。这股力量在告诉我，只要心中有理，就可以无所畏惧。师尊，俺懂了，非礼勿动。意思是，只要对方不讲理，我们就可以动他。多谢师尊赐宝，有了这道符，便是代表了师尊的意志。谁敢阻拦，便是逆天而行。谨遵师命，非礼勿动。去吧，早点回来吃饭啊。这是系统上次抽奖送的，号称能让人平心静气，减少冲动。反正也拦不住这帮女童了，死得如拉一般。啊，怎么眼皮跳得更快？上仙，不知上仙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呐？嘿嘿，龙啊，俺师尊说了，君子不器。这个铁棒放在这里当柱子太委屈他了，俺儒教刚立，缺个教鞭，想借去用用。上仙，这是镇海之宝啊，动不得呀！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宿主因果线与东海龙脉强行绑定，人道气运正在被动增长。我操！地震了！是哪路神仙打下波折到我了？不行，方向塌了！徐头，快和定海神石将过地阶啊！稳住啊！别晃了！做人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沉稳，是安静啊！都不能回去了，再晃我把你拆了当柴烧啊！哦，天啊！师尊发话了，师尊在训斥这根铁棒不懂规矩，太浮躁。俺懂了，这清心符不仅是给俺用的，更是师尊预备好的教鞭。师尊说了，非礼勿动，这棒子乱动就是非礼，得治。来，师尊赐法，给俺冷静。这可是太上老君炼制的杀伐神兵啊！怎么被贴了一张纸，就变得如此斯文了？这就叫克己复礼。在师尊的教化下，哪怕是凶兵也得收起杀心，乖乖做根讲道理的教鞭啊！老龙啊，这学费俺就替师尊收下了。总算稳住了，吓死我了！这年头做个围城建筑真不容易啊，还得靠我这3寸不烂之舌给柱子做心理辅导。来的野种，敢在老祖面前撒野！儒教金鹏奉师尊之命来取河图洛书作为教材，老东西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狂妄！今日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！警告！警告！宿主强行沾染妖族教化大因果，不死之身进度出现严重排异反应，进度清零转为人道盛世任务线，当前进度1%。我的进度条，我的不死之身，我的1000年啊！完了，走火入魔了。
是不是要死了？师尊的精血，师尊竟然不惜耗损圣体，赐我圣血祝福。师尊，弟子何德何能啊！东西，师尊为了你这种货色，都亲自出手。你不死，心难安，给我死来！这是什么力量？圣人精血！封赞！你们儒教都是封赞，给你，都给你！弟子必将这教材带回，发扬光大。师兄，教材取回来了。取回来了。师尊说过，万丈高楼平地起。这河图洛书蕴含宇宙星辰运转之力，用来做咱们学宫地暖的铺设图纸，最合适不过。你看，这河图放在主殿下面，冬天暖和；这洛书铺在五谷轮回之左下，通风透气，符合风水。嘿嘿，刚，实在是刚，这就叫厚德载物。那这棒子咋办？俺本来想当梁柱，但有点气啊。师尊教导我们规矩二字，这棒子能伸能缩，刻度精准，正好拿来当尺子用。嘿，对呀，以后谁敢盖房子偷工减料，俺就用这根尺子量他的脑袋。这就是儒教的底蕴吗？先天灵宝当地砖，功德神兵当卷尺，太豪横了！地震了，还是红云老子打喷嚏了？这动静，难道是仇家杀上门了？西风教还是要出大军啊！啊，系统救命啊！我要搬家，我要兑换圣衣服。这是我家，我就睡了个午觉，这是把凌霄宝殿搬下来了吗？我的灵气呢？我辛辛苦苦养了数百年的风水宝地呢，钱全数送给宫殿去了。你们这是在抽我的血啊！这是逼钱，这是赤裸裸的强摘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建成。这要是建成了，以后这就成了5A 级风景圈，我还怎么搞？全世界都要来打卡！啊，那是针眼，只要毁了那块石头，巨灵阵就会崩溃。灵气供应一断，这违章建筑就得停工。给我破！手指头断了，这歌好硬啊！给我停工！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教主，小妖们算了几百年的结构难题，怎么都对不上榫码。您老人家看似随意的一脚，竟然直接打通了地脉，完成了天人合一的完美架构。师尊，原来您早就醒了。师尊定是感应到此处阵法有一丝瑕疵，特意赶来修正。这一脚提出了儒教的万事根基，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真谛，实践出真知啊！我是来搞破坏的。那个，只要用心，人人都是建筑师。
教主圣明，用心搬砖，感悟大道。师弟，请帖都发出去了吗？发出去了，但有些老家伙似乎还在观望，怕是请不动啊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搞成。要是万仙来朝，我这还怎么苟啊？我得亲自写信给那些大能解释清楚，告诉他们这都是误会，千万别来。这种时候连智障都欺负我。凡纸无法承载您的焦虑，建议兑换圣人道运纸，售价1000积分。换，给我换！只要能把这帮瘟神去退，亲家当场我也认了。这哪是写信啊，这是在烧钱啊！各位道友，略图无状，胡闹而已，万望海涵，切勿当真，更勿前来。陈胜顿首啊，这就很有礼貌，很谦卑。那个谁，把这几封信给龙王、鲲鹏他们送去，务必送到。列图无状，切勿当真，更勿前来。原来是客套话，看来这位圣人还是讲道理的。既然说了更勿前来，那咱们就不对劲儿。大王，咋了？这可是圣人法旨，圣人说的话能按字面意思听吗？他说列图无状，那猴子拔了我的柱子都叫无状，那要是圣人亲自有状起来，岂不是要抽了我的龙筋呐？好重的杀气，这哪里是信，这分明是战术。海涵，他这是要填平我北冥之海，这是赤裸裸的威胁。这句更勿前来，分明是反话，意思是你若是不来负荆请罪，难道还要本座亲自去东海找你不成？若是让圣人亲自上门，那我这东海还能剩下几滴水呀？大王英明，这是最后通牒呀！他是在警告老祖，若是不去朝拜，这北冥就是下一个废墟。快把本王那棵镇库的万年龙珠抽出来，还有那祖传的珊瑚树全搬上，晚一步我们就成海鲜汤了。小的们，去把老祖我藏在深海海眼里的那株先天灵根挖出来，这保护费老祖我交了。放手！逆徒，快放手啊！为师今日身体抱恙，这教主之位，改日再说。师尊，吉时已到，天道都在看着呢，您就别谦虚了。谦虚个屁！这是什么破椅子？我不坐。放手！误会，各位道友，这都是天大的误会。没有什么儒教，也没有什么教主，只是修缮茅屋，请大家来是想吃个便饭散了吧，都散了吧。修茅房修出个先天至宝镇压气运，陈胜这是在考验我们的诚心，还是在暗示我们不配听到？修神雷，师尊，你看，老天爷都急眼了。你要是再推辞，这雷怕是觉得您德不配位，要下来帮您松松骨了。警告：儒教立教在即，天道感应，宿主若不归位镇压气运，将被视为7天，天罚将在10秒后降临。10、9、8。我操！那真的呀！嘿嘿，师尊，天意难违，这雷云压顶，分明是天道在逼您上位。您若不做，这万仙这血功顷刻间就要化为飞灰啊！5、4、3，目标锁定，宿主天灵盖。别，我做还不行吗？看到了吗？师尊一坐，天开云散，这就叫屁股底下坐乾坤，谈笑之间定风云。师尊法力无边，连
天道都要给师尊让路！参见陈胜教主，教主授予天齐，法力无边。完了，这下彻底洗不白了。今日儒教正式成立，尊陈胜为教主，万世师表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海量人道功德强行灌入，宿主狗道伪装已被彻底撕碎，隐匿值归零，曝光度爆表。我的城市炸了！系统你挺住啊！挺不住了，宿主，天道老爷亲自下场抓壮丁了。本系统正在被强制升级重组，重组中。恭喜宿主，你已被天道选中，强制转职为亮节天选之人封神限定版。谁要打工？我要摸鱼啊！不！主线任务变更，新任务于亮节中为人道争一线生机。我只想当个好女人，谁要当这个活靶子天神啊？失败惩罚，由于您已与人道气运深度绑定，您若身死，人道将随之崩塌，您将被天道清算，神魂尽灭，永不超生。这是诈骗，这是强买强卖，放我出去！你们，师尊，您是不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？这可是天地认可的大功德呀！啊，功德，这叫功德？你们只是给我报了个公务员啊，还是终身制的，连退休金都没有的那种。我要回草庐，我要当咸鱼，谁要当这个破天玄啊？救命啊！这是红光啊！这是封神啊！当天血就要上诛仙剑阵走一遭的，是要被三教圣人算计的骨头渣都不剩的。哦，师尊，诛仙剑阵是啥？听起来很威风啊！还要退休金，还要无限礼金，还要背负整个人道的 KPI， 为师藏了1000年。搞了1000年，最后竟然栽在你们这2个大小子手里。你们真是哄堂大笑，小猪强大，笑死我了！阿绿了，毁灭吧，赶紧把我埋了吧。教主这是怎么了？好像是晕过去了。难道是遭了天谴？师傅，师傅你怎么了？住手！金师兄，莫要惊扰了师尊的无上机缘。嘿嘿，尔等凡夫俗子懂什么？你们看，师尊这哪里是晕倒，这是因为大愿得成，心神激荡，高兴到了极致，直接入定了。此乃传说中的乐极而道，是高兴到与天地大道产生了共鸣，神魂直接出窍，神游太虚，聚于道祖，谈笑风生了呀！啊！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教主怎么可能晕倒，原来是高兴的方式都这么别致。哦，高兴到入定，神游太虚，这境界我等拍马也赶不上啊！这就是圣人境界吗？连情绪表达都如此超凡脱俗，儒教教主不如此。大师兄，别愣着了，快配合我！没错，师尊正在感悟大道，尔等还不快快跪拜，沾沾喜气！恭送教主，恭送教主神游太虚！快去把师尊的摇椅搬来。等会儿师尊神游回来了，得让他老人家躺得舒服点儿。师尊呐，师尊，为了您的面子，俺老孙可是把这辈子的牛皮都吹完了，您可千万别这时候醒来穿帮啊！
师尊，那儒教形势乖张，强占北冥，夺走东海龙宫至宝，已成洪荒一大毒瘤。师尊，那还不是最可气的。那妖猴孙武二竟当众宣扬什么人定胜天，说我等阐教弟子顺天应人，是天道的走狗。走狗？这次新鲜，就是听着不太顺耳。何止不顺耳，简直是动摇我教根基！我阐教的脸都被他按在地上摩擦了。并非私怨，乃是道统之争。若任由这等歪理邪说流传，我玄门正统颜面何存啊！师尊，那儒教陈胜行事比我等还百无禁忌，打了东海龙王，抢了妖师鲲鹏，简直是把无法无天写在了脸上。这么勇的吗？连妖师都敢抢，这业务能力，我愿称之为最强。多宝师兄说的是，他们也提有教无类，而且听闻稷下学宫伙食待遇极好，还分发先天灵宝。长此以往，咱们的生源怕是要被抢光了呀！哼，一个新生的教派也敢动摇我玄门根基？虽然草庐没了，但这帮逆徒搞的装修还行啊，灵气自动循环，冬暖夏凉，比我的破草庐舒服多了。我风头过去了，把这群小崽子都赶走，我一个人霸占这里，这才是终极的高大。吾乃阐教广成子。检测到高危因果人物广成子靠近，狗值-1000。警告：宿主已被强行拉入产劫双阵营副本，难度地狱。广成子，他来干嘛？完了完了，上次打他师弟的事找上门了。金鹏、孙武二，你们两个人的话。哟，来活了！看起来像个优质的经验包。你儒教行事乖张，乱我玄门正统。今日我阐教奉天命，联合截教前来替天行道。这是战术。师尊，大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呀！师尊，你醒了！大喜事，阐教两教联手要跟我们开战了。这下咱们儒教洪荒第一教的名头稳了。他们这是主动把脸伸过来，让我们打呀，师尊！系统，快演算一下。锤子！书记都告诉我这是送死局，还留在这等着被挫骨扬灰吗？老子900多年的道行，不是为了今天当炮灰的！听我命令，儒教就地解散，精力都不要了，分头跑路，跑得越远越好，快！师尊，您这是何意？这可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啊！是啊，师尊，咱们不是刚成立吗？怎么就倒闭了？师尊，跑不掉了。怎么就跑不掉了？我腿还在呢。师尊，稷下学宫成立之时，以您的圣血为引，以众师兄弟的道行为基，早已与天地人3道气运相连。您现在就是这艘大船的船长。您若此刻跑路，学宫必废。气运崩溃之下，
所有弟子都会因因果反噬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生死道消。因果绑定协议已生效，宿主作为儒教法人代表，强行讨路将触发企业破产清算协议。您的所有资产修为、法宝、元神将被清零，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抹杀。我靠，这哪是圣师系统啊，这他妈是天道派的霸王合同啊！我连辞职的权利都没有了。而您作为教主，反噬最重，恐怕会当场万劫不复。师尊，以前我们可以立，现在我们是儒教，身后这万千弟子，退无可退。完了，芭比 Q 了，从东山起身变成剑击天下了，这职业跨度比盘古都大呀！师尊，弟子愿为先锋，请勿出战，定要让那禅教的伪君子知道什么叫非礼勿动。师尊，弟子便去会会邪教的万千阵，正好用他们来试试俺这新教兵的威力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物理教化。师尊曾言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咱们早上知道了去禅教的路，晚上他们就都得死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既然来了，就弄死他们，安葬在这里。让这群战斗狂人去，他们是去以德服人，还是去物理超度啊？怕不是一开打就把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两个真身给逼出来了。到时候别说稷下学宫，整个不周山都没有羊了。都给我留下！不行，得我去，只有我才能控制住局面。他可能是不能打的，让我试试能不能把他们捉懵了。对，就用我当年在大学辩论斗练就的嘴皮子功夫，跟他们玩概念偷换、逻辑诡辩，只要拖延时间，拖到他们自己觉得无聊，说不定就散了。对，我的目标不是赢，是把他们说走。打打杀杀，那是匹夫之勇，是最低级的手段。为师教你们的是什么？是儒道，是仁义，是道理。看为师如何以德服人。希望他们下手轻点，至少给我不行，我活着回来，继续躺平。哇，师尊好帅！一人独对两教万仙，这是何等的魄力！这样装满了数千万人无往矣的绝学呀！师尊才是真正的儒道战神！师尊威武！做头乌龟终于肯露面了，贫道还以为你要躲在那乌龟壳里一辈子。这酸儒身上毫无灵力波动，步履虚浮，他这是来送死，还是有什么阴谋？师七，超级法宝！这厮连妖师都敢抢，定要中宝！诸位站着不累吗？贫道腰不好，先做为将哈。陈胜，这般做派是在羞辱我等吗？羞辱个屁呀！老子腿软的站不住了，好吗？宿主触发临时场景任务：舌战群儒洪荒地狱版。当前环境敌意值9999加极度危险，任务目标动口不动手，在不引发物理冲突，哪怕是一个耳光的情况下，让超过50%的在场敌人战意下降，怀疑人生。任务奖励狗值加5000临时技能，言出法随微弱版，仅限辩论场景，能强行增加你说话的说服力，哪怕你在胡说八道。胡说八道也行，师徒你终于干了件人事，这不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大忽悠术吗？诸位道友，稍安勿躁，我看大家印堂发黑，肝火过旺，这不利于修行啊。少废话，今日便是你儒教灭门之时，你是想先尝尝我的剑，还是广成子的阴？哎，多宝道友此言差矣。
打打杀杀，那是巫妖两族的野蛮行径。我们是文明人，是修道之士。今日贫道孤身前来，不带一兵一卒，不计一法一宝，只想凭此生死之地，与诸位论一论这道。哼，论道也配？配不配，且听贫道一言。敢问广成子道友，你禅教顺天而行，多宝道友以截教截取生机，两者看似水火不容，但在贫道看来，不过是盲人摸象，各执一词罢了。开局先开朝法，把仇恨拉满，接下来就是我的主场了。诸位可知，早在盘古大神开辟天地之前，这道究竟是什么魔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想当初，三位圣人同在紫霄宫听道，同为道祖门下，可谓是兄弟情深，根正同源。禅、截、人三教皆是玄门正宗，这一点在座诸位没人反对吧？禅教言顺天应人，天命不可逆，此乃煌煌正道。可贫道有疑问，何为天命？是天道注定，还是圣人说他注定？你警告：宿主言论已触及天命核心，宿主正在引起圣人注意，元始天尊关注度加30%，请立刻停止危险发言。闭嘴！没看到我正说到兴头上吗？富贵险中求。截教言截取一线生机，有教无类，更是大慈悲。可大道50，天眼49，人遁其一。那遁去的一，究竟是需要我们费力去截来的，还是它本就存在，等着我们去找的变数？他说的有道理啊！警告：宿主言论正在混淆截取概念，通天教主关注度加40%，诛仙四剑正在预热。不是，只要我不提倡跳槽，他就找不到理由看我。禅教言顺天，截教言截天，可天道本身就不圆满，为何顺与截就不能是同一条路上的两种走法呢？这不就是一个公司里的两个部门吗？禅教是风控部，讲究合规；截教是市场部，讲究 KPI。老板让你们冲业绩，你们倒好，先内部打起来了，格局小了呀，兄弟们。若天命注定，那还要我等顺应天人做甚？若是注定，我坐着不动，它也是注定的。那我这几千年的苦修，难道是个笑话？师兄，这次的话虽难听，但为何听起来有点道理？若真是一家人，咱们这就属于窝里横啊！遁去的意，若是本就存在，何须去解？若不用解，那师尊教咱们的正，岂不是成了强盗行径？大姐，他说的太绕了，但我听着怎么感觉咱们以前干的事儿都有点缺德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名声是不是不太好听啊？若顺天是命，逆天也是命，那我这一剑刺出去，究竟是替天行道，还是在给天道添乱？师尊说众生分3、6、9等，可这神圣说道本同源，阴阳尽分阴阳。可阴阳本就相生，我若杀了对面，岂不是坏了孤阴不生、独阳不长的道理？是啊，师尊说有教无类，可我们却要灭掉另一个也讲有教无类的儒教，俺的道好像乱了。大师兄，这仗还打吗？我怎么觉得咱们要是真动手了，反而成了不懂事的那个？这是妖言，这是忘我道心的魔音。禅教弟子听令，且阵！谁敢退缩，门规处置！动手啊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再不动手，道心都要被他说碎了！成了！快看他们那副怀疑人生的样子，再加把劲，说不定他们就手拉手回去喝茶了。当前环境敌意值正在断崖式下跌，9999。舌战群儒任务完成度76%、85%、90%、100%。 诸位道友，
道不是杀出来的，是悟出来的。今日这一战，若真打起来，赢的是谁？不是禅教，也不是截教，而是那无情的杀劫。输的是谁？是这洪荒众生，是尔等苦修千年的道果啊！完了，人心散了，队伍带不动了。此子竟然凭一张嘴获了我两教万仙的杀心。nice， 千场竞价 MVP 是我，只要他们不打，我就不用死。回家，我要回家躺平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修道数千载，竟被一介凡夫蝼蚁的三言两语就破了苦手的道心。此子巧言令色，断章取义，妄图以诡辩混淆天数，动摇我玄门根基。若任由他这张嘴说下去，洪荒岂不乱了套？圣人之下皆蝼蚁，既然道理讲不通，那便让他亲身领教一下何为天数难违。好一个盲人摸象，好一个殊途同归。本座教导万仙截取生机，靠的是手中的剑，不是嘴里的舌头。这陈胜是在教本座做事吗？只会耍嘴皮子的小辈，不知死活。本座倒要看看，是你的道理硬，还是本座的剑更锋利。总算忽悠全了，这就神仙不降了。新锐素质太差，这还打什么打呀？妖言惑众，乱我玄门，当诛！哼，牙尖嘴利，不知死活，该杀！你小子不是能说吗？接着说呀！红色代码，红色代码，检测到圣人级因果律攻击，系统防御模块已烧毁，宿主狗值瞬间清零协议启动失败。警告，这不是演习 ，This is not a drill。操，我错了，说嗨了。这帮大佬输不起会掀桌子，系统你个废物，关键时候给我死接，我还没活够啊！那可是圣人，师尊就算嘴皮子再利索，肉身也扛不住玉如意的一击啊！我要去救师尊！慌什么？你现在去，除了给那玉如意多加点血气，还能做什么？那怎么办？就在这看着师尊被打成灰。这就是你们不懂师尊。师尊刚才说了什么？他说，道是悟出来的。哪怕面对圣人杀劫，他也面不改色，依旧盘坐不动，这是何等的境界！师尊这是在用生命给我们上最后一课，他在等我。俺懂了，师尊教导俺们仁者无敌，不是说仁者打架无敌，而是仁者就没有敌人。即便圣人要杀，只要俺们心中有好人气，圣人也杀不死这股气。不错，师尊曾言，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有邪。只要我儒教弟子一心，这股气便能通天彻地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定，定而后静，静而后安。啥玩意儿？哪来的蓝锅盖？大玄、中庸，等等，这特效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
孽徒，我那是让你们背书修身养性的，谁让你们把它练成物理防御罩了？这他妈不科学，但这很洪荒！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这是什么力量？竟能挡住师尊一击？这就是毒说？这明明是言出法随的大神通。这哪里是蓝锅盖？这是无数个为了我拼命的傻瓜呀！别停！停下！防御罩就碎了！念，给我念！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师尊教我们仁义，今日便以身殉道又何妨？老子跟你们拼了！俺老孙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但这儒教俺待的痛快痛快呀！浩然正气，长存天地。继续念。一身披毛戴角、师生卵化之辈，竟聚起了人道契约，这不可能！蝼蚁抱团依旧是蝼蚁，我看你们能挡几次？凝聚力，即便是当年的万仙来朝，也不曾有过。这陈胜究竟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不过，敢挡本座的剑，还差得远。够了，真的够了！我只是想混吃等死，我只是想当个吉祥物。你们这群笨蛋，把命搭上图什么？真是通天，两个老不死的，打我就打我，隔空击我徒弟算什么本事啊？有种下来，老子跟你们单挑！系统提示：宿主李智值归零，正在尝试开启自爆程序。警告：系统不支持自爆，请宿主冷静送死。去你大爷的冷静！今天谁敢动我徒弟，我就把这天给捅个窟窿！救星来了，道总出面了，这下总算能结束了，我又可以回家继续躺平了。是儒教教主陈胜以3寸舌平息干戈，以浩然气硬汉圣威，心怀苍生，功德无量。过奖过奖，都是被逼的。既然没事了，那我就先退。今朕以天道之名，敕封尔为此次亮节之人道主角。即日起，陈胜掌封神榜，执大神鞭，代天行法，制定人道律法，统筹3界秩序，大节不完而不得休，钦此。代天行法，统筹秩序，搞错了吧？我是要退休，不是要升职啊！而且还是这种007千年无休的岗位。道总，你是不是拿错剧本了？喂，能不能退货呀？阐节2教暂停干戈，各归道场，静候人道主角调遣，钦此。这就是他的算计吗？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竟是为了夺取封神大权。好深的心机，好大的胃口。懂了，我终于懂了啊！师兄，你懂啥了？师尊平日里让我们搞，让我们低调，其实是在下一盘大棋。他老人家看不上什么金仙准圣的虚名，他要当就当这天地的规则制定者。原来
师尊的不争，是为了今日的必争。人道主角，这意味着师尊将凌驾于诸仙之上。师尊之谋略深不可测，我等刚才还在担心师尊安危，殊不知这圣人杀局不过是师尊上位的踏脚石罢了。师尊神机妙算，儒教一统洪荒，师尊万岁！丁，恭喜宿主！由于您表现过于出色，作死成功，系统 2.0 版本强制更新完毕。职业变更通知：您已成功从狗道圣师咸鱼版转职为人道主角社畜版，全新主线任务开启，主持封神。任务指标：解决产劫矛盾，完善天庭编制，建立人间新秩序。注：任务未完成前，禁止辞职，禁止躺平，禁止死亡。祝您工作愉快。QNMD 工作愉快。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过了999年，最后构成了最忙的那个造孽啊！大家快看，师尊这是高兴的乐极而道，神游太虚去了。神游那个头，我是被你们这群逆徒活活气晕的。师尊牛啊！几句话就把禅解两教的万仙给说退了。什么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？这就是师尊他老人家根本不屑于动手。我就知道，师尊的狗道绝对是洪荒第一大道，什么玄门，什么西方教，都得往后稍稍。我悟了，我彻底悟了，师尊真是深谋远虑。他平日里总说非礼勿动，我等之前都理解错了。孙师兄，此话怎讲？难道不是说对方不讲礼貌，我们就可以动手吗？没错，师尊的意思是，只要我们把礼制定成洪荒的唯一标准，那所有不合我们礼的，就都是非礼。我们动他们，就是天经地义。所以道祖让师尊定下人道秩序，就是要我们儒教去接管整个封神大劫的规则制定权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师尊早就知道打打杀杀是最低级的，我们格局小了呀。我们这是奉天承运，去教化苍生啊！这一波是文化输出。接管一统，我不是刚晕过去吗？怎么世界都变了？警告：作为人道主角，您的言行将被人道气运放大，任何消极言论都可能导致人道气运不稳，引发未知反噬。看，师尊笑了，他认可了我们的想法。师尊放心，弟子们定不负你所托。师尊，我们去商州战场，替您主持公道了。我的清静日子，我的邪余人生，又没了。申公豹，你逆天而行，助纣为虐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姜子牙，你休要猖狂！天命在上，你西岐才是乱臣贼子。大道之行灭，天下为公。什么人？竟敢闯入阵前！放箭！给我放箭！我靠，这是什么神通？我的枪头都捅完了！结界，这比西岐城的防御大阵还离谱。奉我师儒教圣人陈胜之命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今日此战暂停，改为洪荒第一届思想品德辩论大会。辩论大会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儒教是哪里冒出来的疯子？比我截教还不讲规矩！哪里来的野道士？
敢在此胡闹，看我一枪挑了你！嘿嘿嘿，好，正常没变少，你们几个就算正方和反方代表了。今天谁的道理大，谁就赢，输的一方就地解散回家种田啊！嘿嘿嘿。几位师兄，请上座。我们这儿瓜子都是五香味的，可香了。辩题一：武王伐纣，究竟是顺应天命，还是以下犯上？现在辩论开始。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然纣王无道，残害忠良，淫乱后宫，致使天怒人怨。我主武王乃顺应天命，吊民伐罪，此乃替天行道，天命所归。敢问姜师说，子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属与不足。”您助武王伐纣，可曾问过西岐和朝歌的万千百姓，他们愿不愿意打仗？他们的收成够不够过冬？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死在战场上？我只算了天命，算了圣人布局，何曾算过凡人百姓的收成？说得好，姜子牙，你口口声声为天下，却不顾万民死活，发动不义之战，致使生灵涂炭。你这等虚伪之徒，有何面目执掌封神榜？申师叔，师尊一语，君子不挡。您为了扶持商纣，四处拉拢道友，将他们一个个拖入杀劫之中，置同门情谊于不顾。您那句道友请留步，不知送了多少邪教同门上了封神榜，这难道就是您所谓的义吗？说这么多废话，道理是打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。打一架不就完了？师尊曰：“非礼勿言。”你这般言语粗鄙，毫无礼数，按我们儒教的规矩，当掌嘴。你敢打我，你找死！怎么回事？我的法力被压制了。在这片浩然正气场地上，任何不合理的暴力行为都会被自动压制。哎，你记一下，刚才那个儒教先师说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回去得给俺们队长说说，别老克我军饷。嘘，别说话，申公豹先师要开始反驳了，这场精彩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前线改成辩论大会了，大家的儿子丈夫都活着。真的，我家二狗不用死了。千真万确，是儒教的陈胜先师救了大家。快回家请木匠，俺要给陈胜老爷立长生牌位，日日烧香，夜夜磕头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这帮逆徒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元氏和通天肯定不会放过我啊！我是不是该研究一下怎么跑路去混沌了？怎么回事？浑身暖洋洋的，修为平静松动了。修炼好累啊，打坐更是折磨。要是什么都不用干，直接睡成圣人就好了。不是做梦，这他妈也行？难道我一直都理解错了？真正的狗道，不是躲起来无所作为，而是让别人替我作为，我坐享其成。这不叫狗，这叫躺赢之道啊！恭喜宿主，因您的弟子成功阻止战争，拯救亿万生灵，您获得海量人道气运加持，狗道理念获得升华。师兄，
不对劲儿。师弟，何事惊慌？东方的人道气运疯了。不好，是那个儒教陈胜，他竟然想绕开斩三师，不走鸿蒙子气，要凭借着无边的人道气运，一步登天，道德成圣。我西方贫瘠，本想趁着此次封神大劫，去东方度化3000有缘人，以全我西方教义，大兴我教。如今仗打不起来，人道气运又被他一人独占，我西方大兴岂不成了空谈？师兄，此子断不可留。他若成圣，便是名正言顺的人道之主，到时候整个东方人族都封他为师，我们还度化谁去？人道气运，人族最不缺的便是七情六欲，最易动摇的便是人心。他想借人道成圣，我便让他看看最真实的人心是何等污秽不堪。这股威压是功德金云。有人要立地成圣。哇，这么大阵仗，这得是多少家本不对，是多少功德啊！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超量级人道气运强制灌注，宿主即将进入被动正道模式。倒计时3秒后，宿主将晋升为人道圣人，全天候无休，需时刻监听3界人族祈愿。停！暂停！谁要全天候无休啊？师头，能不能指令公子不干活？这圣人我不当了行不行？退货！我要退货！检测到宿主抗拒情绪，正在重新匹配圣人职能，匹配成功。更正，鉴于宿主以狗道正道，人道意志已自动为您生成垂拱而至专属特权。特权说明，成为人道圣人后，您将获得绝对防御与万法不侵 buff。至于聆听祈愿，您可开启全自动托管模式，由天道自动回复心诚则灵，无需您亲自处理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成了圣人，不仅没人打得过我，没人能嘲笑我，而且我还可以合法旷工？是的，您躺得越平，人道越稳。哎呀，早说呀！这哪是全天候无休啊，这分明是带薪永久休假加无敌免死金牌呀！啊，来，别客气，让这功德金云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以后我就是洪荒第一吉祥物，负责睡觉就行。凭什么你的水壶比我的满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二狗，你疯了吗？这是你刚给我的，去死！水是我的，功劳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变个屁！老子手里有刀，为什么要跟你们讲道理？杀光你们！钱粮女人不都是老子的？杀！抢他掉了！糟了，能力运转滞锁，无法镇压。什么狗屁圣人，拜他又不能掉钱。这是我的，这么大的果子，凭什么给迷香吃啊？我不服！张财主家的墙塌了，儒教输了，天下为公，他家的钱就是大家的钱，冲啊！警告！人道气运遭心魔污染，
纯度下降至30%。系统警报：乘胜进程强制中断，宿主正遭受严重气运反噬。系统提示：道基受损，修为正在倒退，您的躺赢进度条已暴跌至冰点。养老计划很好，本来想做个安静的咸鱼，非要拿手机。既然不让我躺平，那咱们就谁都别想睡。心魔连大罗金星的护体金光都能腐蚀，他在吞噬我们的修为。俺老子的七张不败之身竟然！师尊教诲，非礼勿动，看来是怕俺们沾染着要命的因果呀！孙师兄，我的道基快守不住了，这些凡人的怨念太重，再不撤，我们会被同化成魔的。这个屁！师尊还在悟道，这人道之血要是崩了，师尊就完了。都给俺顶住，死也要顶住！俺放了的碎山砾石，那女人心里的鬼，俺砸不到啊！这可咋整啊？这群蠢货，那黑气是众生业力，连圣人都不敢轻易沾染。他们明明感觉到了痛，却非要拿命去填这无底洞，就为了守住我随口胡诌的那些道理。只想躺平，做个咸鱼，可我没想过要躺在徒弟的尸骨上。既然不让我安稳退休，那大家都别想好过。本来只想换个圣人当当，既然你们非要把桌子掀了，那老子就把这房子拆了重盖。尹墨，那股气息，他在干什么？不祭法宝，不修神通，他在研墨。好纯粹的意念！这陈生到了这步田地，竟是要以文入道，强行镇压心魔。笔墨经风雨，但他面对的是准提引动的亿万众生欲念，仅凭一支笔挡得住吗？既然这世道太乱、太吵、太累，那我就教教你们，什么叫关我屁事。暴力源于欲望，争斗源于不甘，就是吃饱了撑的，一个个打打杀杀，卷来卷去，累不累？称之何意？广厦万间，夜眠不过7尺，抢那么多地盘，你晚上睡觉是能翻2个跟头，还是能多长2条腿？得之何幸？珍馐百味。日食不过3餐，你今天吃了龙肝，明天啃了凤髓，最后不还是得对毛菜？何必呢？天塌有圣人顶，地陷有大能顶，关我屁事，关你屁事！强求不得，我回去睡大觉。
我还以为他能悟出什么惊天大道，原来就是这种劝人当废物的丧气话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陈胜啊，陈胜，你太天真了！欲望是火，野心是油，你这点靡靡之音，只能让凡夫俗子懈怠片刻，心存野望之辈，只会把你的话当成魔音，他们的愤怒将是我心魔大阵最好的养料。砍死他，刀上沾血，擦不干净的生锈，得磨刀石还得去理。我操，杀个人流程这么复杂，哎，太麻烦了，不干了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，临阵脱逃，成何体统？这点小把戏也想乱我道心？看我先宰了这群懒虫！奇怪，我怎么突然觉得好累啊！冲下去的，这杀劫何时是个头啊？杀一人沾一份因果，我这是在修仙还是在修孽呀？师弟，这妖术直指本源，他在质疑我们修行的意义。别信，这是魔音，战斗胜利，这才是你们的道。哪吒，钱，杀红了眼的，你们拼死拼活图个啥？打赢了，阐教是给你们发先天灵宝，还是许你们肉身成圣？天塌下来，有高个子顶着，圣人都不及，轮得到你们这群太乙金仙去舔面？都给老子躺下！修道，修的就是个逍遥自在。谁再动一下，谁就是上赶着去送死的应劫炮灰。对呀，师尊也没许我什么好处。我这莲花化身本就图个清净，为何要替他们去打这滔天杀劫？我不打了，做回莲藕挺好的，就该烂在泥里，舒服。宿主，你的执念呢？你的杀意呢？你的好胜心呢？完了，这哪吒心如止水，甚至开始想睡觉了。这里全是浩然正气的咸鱼味儿，根本没有怨气可吃啊！兄弟们，我悟了，宿主都躺平了，我们还折腾个什么劲？饿死我了！世界修士太难改了。这不合逻辑，这是无赖！恭喜宿主，您创造了洪荒史上第一个零内耗的完美社会形态，您的狗道境界已突破天际，正式升华为躺赢圣道。我就知道，这波稳了。这就是圣人啊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哦，对了，以后没人敢拆我家房顶了，这点倒是不错。敕封陈胜为人道圣师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准提道友，
陈胜，你既已成圣，便该知天数，偏道那是为了考验众生。我的教被你炒了。什么？我很不开心。你调动人道气运压我，你疯了！道友，你说，若是人间从此再无一人信你西方教，你这西方教主还能做得稳吗？你敢？你刚成圣就敢断我根基，这不合规矩，红军道主不会答应的。老爷，您的如意。言出法随？不，这不是法则，这是直接调动了人道意志进行碾压。那陈胜刚才那一瞬的气息，竟让我也感到了一丝心悸。此子究竟是何根教？不斩30，不修功德，睡了一觉就骑到我们头上了？连你也怕了吗？哈哈，好一个陈胜，他连手都没抬，光凭几句慵懒之语，就让准提道心崩碎。唉，在他面前，我等苦修1万年的圣人，竟真成了不知礼数的野蛮人。大清早的吵着什么？有没有点公德心啊？系统，给我开启全员精英模式。再敢有人喧哗，直接禁言套餐伺候。全员静音已开启。我的教被你炒了。俺老孙的金箍棒重13500斤，刚才师尊那句话，它有多重啊？这就叫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我悟了，师尊的每一句话都是大道法则。快记下来，师父语录新增一条：我的教被你炒了，此乃无上神咒，可镇压圣人。师兄，刚才那招叫什么？那叫以德服人。师弟，收手吧，人道大势已成，非我等所能逆转。再不低头，我西方教万年基业将毁于一旦。罢了，陈胜老师，贫道知错了。啊，知错了？光嘴上说说，没什么诚意。找了我的清净，总得有点表示吧？什么？这，我听到了什么？他在敲诈一位圣人。疯了！这世界彻底疯了！从一个咸鱼变成圣人，现在还要勒索另一个圣人。看来今天必须得大出血了。去，替我
替我赔罪。哎呀，在我身上的人道之力终于退了。啊！圣人正道之宝，我的天，这一小节儿就足以炼制成一件顶级的先天灵宝了。要是能得此宝，我金鹏鸟岂不是要横扫洪荒？要是能把这玩意和俺老孙的金箍棒融了，那俺老孙的棒子那不是能捅破天去了？就这，花里胡哨的，光太亮，晃眼睛，影响我睡觉。我操！暴殄天物，这是赤裸裸的羞辱啊，比直接打脸还疼！杀人诛心，杀人诛心啊！准提圣人怕是要气得再跌落一个境界了。我仿佛听到了他道心崩碎的声音。俺悟了，俺彻底悟了。俺们之前把宝物看得太重了。师尊志在教导我们，何为道？外物皆是虚妄，唯有大道永恒。大学有云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师尊是告诉我们，宝物只是外物，是末节。真正的强大源于内心，这才是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呀！师尊此举是在警示我等，切不可因外物而迷失本心。圣人至宝亦可用来挂毛巾，我等手中之法宝更应为教化苍生之器，而非炫耀争夺之物。吾等当谨记师尊教诲，以德修身，以道立世。此人心境已远超我等，不可揣度，不可揣度。有趣，真是有趣！这等随性而为，倒是有些合我心意，但又太过惊世骇俗。以后离这个姓陈的远点儿，他不是疯子，他比疯子还可怕。哎呀，记下了，记下了，以后记下学宫方圆1里，绕着走，甚至绕得越远越好。别说1里，我直接搬家去北海、南海也行，只要离他远点儿。申公豹，你还要不要脸？那天庭弼马温的位置明明是你截教弟子的，凭什么赖给我阐教？放屁！我那师弟虽是马腰成精，但也是有尊严的吧？凭什么只能去养马？我看你的徒弟5级才像弼马温。你这是滥竽充数！365路正神，你们截教像全包圆了吃空饷吗？哼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明明是你们阐教想走后门，把脏活累活都甩给我们，今日非要找陈胜评评理不可。还来？封神榜不是给你们了吗？我的清净时间是按秒计费的，你们赔得起吗？行了，别吵了，你们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晋升标准。这样，我给你们办一场天庭公务员统一选拔考试，成绩说话，谁都别逼逼。师尊英明。文士论如何在保证每日12个时辰充足睡眠的前提下，实现3界永久和平。武士，其一，于豆腐之上刻入玄文，豆腐不可碎；其二，移走东海之畔巨岩，不可惊扰方圆100里任何一只蝼蚁。奉师尊法旨，天庭公务员统一选拔考试最终结果公布如下。各位先有神魔，都听好了。阐教广成子，武士豆腐雕刻，因用力过猛，法力失控，致使豆腐化为金粉，判定为破坏公务，不及格。阐教太乙真人同是豆腐雕刻，因控火不精，直接将豆腐蒸发，判定为炫技不成，态度不端，不及格。
嘿嘿，截教多宝道人，文士论如何在睡眠充足下实现三界和平，洋洋洒洒数万言，通篇论述法宝强弱，与睡觉二字毫无关联，判定为严重跑题，零分。截教赵公明，武士移山不饶矣，因用力过猛，踩死蝼蚁一窝，有违仁爱之心，判定为滥杀无辜，不及格直接上榜。为截教三霄娘娘，心性平和，与清净二字理解通透，50分没通过，特准免于上榜。这下公平了。以后再有亮节，就按这个标准来。都散了吧，别耽误我午睡。这才是圣人该过的日子吧？没有 KPI， 没有996，世界清静了。好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说好的全自动托管呢？说好的躺平就行的，怎么还有 KPI？ 宿主，你所开启的全自动托管模式适用于处理99%的常规性人族祈愿，如求雨、求子、求姻缘等日常琐事。本次事件南瞻部洲大旱，赤地千里，已触发区域性人道崩坏阈值，被系统判定为特级加级圣师钦才 KPI。判定理由：此等级别的灾难直接威胁人道根基稳定，若不及时处理，人道气运将持续衰减。怎么回事啊？判定理由：此等级别的灾难直接威胁人道根基稳定，若不及时处理，人道气运将持续衰减。衰减就衰减，反正我万法不侵，谁也打不动我，就这样躺平，天塌下来，别想让我下1秒钟的班。温馨提示：宿主，若人道气运跌破安全阈值，您绑定的绝对防御与万法不侵圣人 buff 可能会出现不可预知状况，比如先打个9折。他妈的隐藏条款和免责声明，这该死的资本家套路，撑上了都躲不掉。算你狠！项羽只能管玉石，我这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只要睡着了就不会饿，只要不饿就不会死。等睡醒了，雨季也该来了。我真是个小天才。奇怪，脑子里突然多了些东西，好像不怎么饿了，就是好困啊。睡一觉，圣师说睡一觉就好了。感谢圣师传法，让我们明白了睡觉才是活命的大道啊！好多好吃的。用力过猛了，这帮凡人怎么回事？让你们睡个觉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师尊，这是凡人在绝境中领悟了存续的真谛，您让他们超越了凡俗的口腹之欲，这是生命层次的跃迁呢。记下来，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眠。师尊此举打破了人族必须依赖的五谷枷锁，这是人族进化的一大步。这才是真正的无为而治。你们开心就好。东胜神州，大越王朝与大日王朝常年征战，伏尸百万，请人道圣师定夺天下归属。完了是吧？我这屁股还没把椅子坐热呢。既然不想好好过日子，那就都给我过来签收一下。攻破大日都城后，胡城3日，朕要用他们的头盖骨当酒碗。这是什么？来人呐！护驾！护驾！
裙子脏了，影响我心情。你们两个，谁扫得又快又好，以后天下的龟神扫不完，就永远留下当杂役。放肆！朕乃九五之尊，于亿万子民，你竟敢！嘿嘿，九五之尊，在俺老孙这棒子底下，也就是一坨比较讲究的肉泥，怎么想试试？不敢，我们扫，我们这就扫。你那里还有一粒灰，朕看见了。你想偷懒，想蒙混过关？放屁！你才偷懒！你这个皇帝，为了扫得快，故意把一片落叶扫到石缝里藏起来，无耻！你这卑鄙小人！你这阴险国君！圣师饶命啊！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天下给谁都行，我们愿意合并，立刻合并。啊，对，我们愿意永世为臣，年年纳贡，岁岁来朝。不错，效率很高。以后学宫的清洁工作，就从人间随机抽取刺头皇帝来干。画地为牢。师尊，那是言出法随，您就用来抓苍蝇。这叫合理利用资源。这种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麻烦的日子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。这就是我要的退休生活。收回前言，这福报好像有点烫手啊。禅圣道友，贫道这实在是没辙了，只好厚颜派两位师弟前来叨扰。哼，若非大兄硬拉我来，无才不屑与这披毛戴角之辈同行求教。元始，你说谁披毛戴角？封神一战，你联合外人欺负自家兄弟，现在还有脸端着师兄架子？你看，毫无尊卑，戾气冲天，这就是你的道？难怪道心崩裂。我的道心崩裂，那是被你的虚伪恶心的。见笑了。自封神后，他二人变成了这般冤家，打道复斥，圣位不稳，还请圣师指点离亲啊！搞什么？天道圣人家庭伦理圈，我是人道圣师，不是君文帝大妈呀！你那就是旁门左道，你那是道貌岸然。够了，吵，福气都快被你们吵没了，精力旺盛没处撒什么？来，坐下，下棋。什么时候你们能心平气和地把这盘棋下完？什么时候再走？坐没坐相，成何体统？少废话，知黑还是知白？别墨迹，落子无悔，谁掀桌子谁扫地。天道有序，顺理成章。大道50，天年49，我看这一线生机就在这乱字上。哼，师弟，你这歧路太野，杀伐过度，容易结教文人，不知进退，终究难逃榜上有名。元始，下棋就下棋，少拿封神榜说事儿。哼，那是顺应天命，这一子落下，你这大龙便破。大师兄，你看那是什么？紫气东来，莫非老师来了？哪有老师的身影？通天，你休要！
通天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敢在本座眼皮子底下毁棋作弊！通天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敢在本座眼皮子底下毁棋作弊！谁作弊了？这是棋子有灵，自己悟道了。你阐教门人悟不得，还不许我截教的棋子悟吗？强词夺理，你的截教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今日我便替老师清理门户。来呀，谁怕谁？把你的盘古幡亮出来！不好！尔砍！道友手下留情啊！大师兄，你要不要也一起？不是精力旺盛，不是大道护持吗？罚你们去混沌里开荒种地，什么时候能合力种出兄友地宫的道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终于清静了。通天，你能不能用点力？这地都刨不动，跟你那堆废物弟子一样没用。放屁！要不是你得罪陈胜，我们会被罚到这鬼地方种土豆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二哥，你看这土豆它活了，从播种到发芽，这好像也是一种道。生死轮回，万物生长，这比我们争来斗去的那些气运好像更有意思啊！是啊，我们好像悟了。警告：最终管理员权限激活，天道管理员红军苏醒程序启动。什么？红军？他不是早就河道不管事了吗？警告：因宿主行为严重扰乱世界线，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清零，管理员将执行最终裁定，格式化红框。KPI 什么鬼东西？我天天躺着睡觉，怎么就扰乱世界了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都给我住手！师傅，你醒了？我们这是在切磋道法呢。从现在起，停下学宫，立刻封山，把大门给我用石头堵死，谁也不准进，谁也不准出。师傅，为何如此？难道又有强敌来犯？别问，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：谁敢在这时候给我出去惹是生非，口出半点篓子，立刻逐出师门，永不录用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躲起来，只要我躲得够好，东军就找不到我，一定能够过去的，一定。你这毛猴子是哪儿来的野种？敢砸我们稷下学宫的门，是想来踢馆的吗？此侯与我西方有缘，当入我门下，享极乐正果。有缘？放你娘的屁！这猴子砸的是我家的门，屌的是我家的地，那就是俺儒教的猴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来抢？滚！走，跟我去见师傅，我都要看看你这破猴有什么本事。刚把门堵上，就给我来这么一出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师傅，您看，我
抓了个砸门的，刚才还有个西方的秃驴想来抢人，被我一棒子打回去了。警告：关键因果人物提前出世，因果错乱值加1000，红军苏醒程序加速。这个蠢货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要害死我啊！这猴子要是去了西天，在大闹天宫，红军马上就会响，我必死无疑。让他走，绝对不能。去什么西天？给老子留下！把这么3年模拟5年成圣给我背上！背不完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别想踏出这个门！贫僧玄禅子自西天而来，遇见一位有缘人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方便？我给你一个方便，没看到我们正忙着吗？西天来的秃驴，上次那个老家伙的头也刚被打碎，你又来送死？有缘人，这洪荒之内砸了我们学宫门的，就是我们儒教的人。你想抢人，先问问我这翅膀硬不硬？两位施主戾气太重，皆因沉沦苦海而不自知。贫僧此来是为点化，并非争斗。那石猴与我佛有大因果，理应随我西去，脱离凡尘，正得菩提。放你娘的屁！说的比唱的好听。想抢人就直说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行啊，人就在里边，有本事你自己去跟他说。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皮子厉害，还是我们师傅的道理厉害。滚进去！施主，你本是天地领悟，为何要在此处受着文字之苦？你看这世间生老病死，怨憎会，爱离别，求不得，无一不是苦。你谁啊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别当王老孙考编成上。贫僧正是来解救你脱离苦海的，随我前往西天极乐世界，那里无有苦众，但受诸乐，才是你最终的归宿。放屁！师圣说了，众生之所以觉得苦，就是因为你们这帮人天天想着要骑在别人头上，管天管地，管人拉屎放屁。施主此言差矣，我佛慈悲是为普度众生。慈悲个屁！只要所有人都舒舒服服躺着，谁也别想管谁，谁也别想骑着谁，那不就没苦了吗？你非要把人从躺椅上拽起来，跟你去跑马拉松，还说你是为了他好，我呸！你这叫 PUA。躺平就没有苦了。可是佛法说要精进，要修行。哼，那是你们老板给你们画的大饼。圣旨说了，人道治理就2个字，躺平。你悟了吗？老师，我悟了，我全悟了。什么西天取经都是虚妄，求求你收我为徒吧！我不去西天了，我要加入你们儒教，我要学3年模拟5年成圣。这秃驴怎么回事？说叛变就叛变，师傅还真把他和那毛猴子都留下了。他老人家到底想干嘛呀？你这猴脑子，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师傅的深意吗？啊？什么深意？师傅不就是想躲起来，谁也别来烦他吗？肤浅！师傅他老人家是想躺平，可西天那帮人3番5次的来砸门，师傅这是在用行动暗示我们。暗示什么？他西天不来取经，那我们就去诵经，把咱们儒教的道理送到我们家门口去。诵经？没错，咱们组队直接杀到灵山大雷音寺，把《论语》给我一字一句刻在他们大雄宝殿的柱子上。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佛法硬，还是咱们的道理硬。嘿，师兄弟们，师傅的良苦用心我们悟了。西天那帮秃驴欺人太甚，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物理劝学。我们此去名曰儒教送温暖，给他们送去圣师的关怀，送去人道的真理。
子曾经曰过，此行乃是替天行道，拨乱反正，势必要将师傅的躺平大道传遍3界。废话少说，出发！目标灵山，给我踏平的踏平山！已经给我送葬了！我怎么就说了这么一句脑子里全是肌肉的蠢货？我的清静日子啊！哦，这鬼地方，一群活人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了？这比上班还累。师尊说过，顺应天性才能安逸。这帮人自讨苦吃，就是公然挑衅师尊的躺平大道，不能忍。子曰：他们苦海无边，不知回头。我们必须点化他们，送去师尊的温暖，立刻动手。兄弟们，上！折磨自己是错的。打牌、喝茶、晒太阳，这才是修行。我悟了。警告：洪荒南部愿力稳定器苦禅宗的苦修愿力输出中断，区域天道能量流失率上升3%。愿力稳定器，什么鬼东西？肯定是那帮蠢徒弟又惹事了。别闹出大麻烦就行。岂有此理！师尊最恨内卷，战争就是最大的内卷。国王竟要百姓去死，这是侮辱师尊的狗道，不可饶恕！哼，必须教化，马上！打什么仗啊！全体放假，滚回家抱老婆孩子！师尊曰：君子不立危墙。你们主动加班送死，通通去东海休假，钓不到1000条鱼，不准回来。活菩萨！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开门，送温暖的快递。7天的徒弟们，快滚出来亲受你们的道理！放肆！哪里来的泼猴，竟敢毁我山门，在此喧哗！孙武儿，还有玄禅子，你们这是欺师灭祖，自寻死路！哼，死路！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是你们的嘴硬，还是俺老孙的棒子硬！玄禅子，给他们讲讲道理。2位老师，你们错了。佛法艰深，众生皆苦，唯有圣师的躺平大道，才是唯一的解脱。我这是来普渡你们的。冥顽不灵！玄禅子，你盗我西风气运，今日我便亲手将你镇压，清理门户。老师，你还没懂吗？气运乃众生所向，现在3界众生都想躺平，这12位的气运还有什么用？给我破！什么？你竟能调动我西方教的根基气运？这不可能！是圣师点化了我，你们画的大饼没人吃了。这么好的柱子，光秃秃的太难看了。看俺老孙给你们提几个字：7天大圣到此一游。不对，圣师说了要谦虚。嘿嘿，儒教优秀学子，孙武一流。嘿嘿，不好！
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灵山大雷音寺改名稷下学宫西天养老院。你们这帮佛陀罗汉放下经文，改修3年模拟5年成圣，谁敢不服？庶子尔敢！这是要断我西方道统？断了又如何？您的道统只会让人越来越累。师尊说了，人道治理就是舒服，我们这是帮你们解脱。别废话，全体都有放下屠刀，立地做操。玄产子，你当领操员，走乐。我中学生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预备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舒展筋骨，拒绝内卷。嘿嘿，师傅，您老人家看着呗，这帮秃驴以后再也不敢去吵您睡觉了。我们这波温暖送得够劲儿吧？圣师，你快看，这是我和通天种出来的混沌土豆。圣师，这玩意儿还真挺有意思的，看着它发芽长大，比打打杀杀强多了。我们悟了，种地才是大道啊！你们开心就好。老师，您尝尝，这可是我们亲手。怎么回事？他真的醒了！完了，这次真的死定了，躲不掉了。最终管理员已上线，世界格式化程序启动，宿主快跑啊！好，这是红军天道本尊。道祖，你就是陈胜，这天道管理员的破差事，老子不干了！你把世界搞得一团糟，你来收拾！不，我不干。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躺平睡觉，你别想拉我下水。这破活谁爱干谁干。这可由不得你！你不接班，我现在就重启洪荒，让所有生灵跟你一起陪葬。那你重启好了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重启100次，我就带着100批生灵集体躺平。到时候你重启的事情里，连个喘气的都懒得动，我看你找谁给你干活？放肆！你以为你有选择的余地吗？这是你逼我的！到气运，都给我动起来！紧急咸鱼立场，给我开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的天道威压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躺平的力量。你那套强权压迫早就过时啦，在我们咸鱼面前，你的一切威严都只是个笑话。邪门歪道！你以为凭这点小聪明就能对抗天道？我一声令下，就能让整个洪荒为你陪葬！陪葬？你试试看啊！你以为大伙都跟你一样，喜欢天天上班打卡，操心这操心那的？洪荒的各位同仁，各位道友，你们的午睡时间还好吗？天道管理员红军嫌我们日子过得太舒服，要强制我们996啦！住口！你敢妖言惑众！如果我们今天不反抗，以后就再也没有安稳觉可以睡。东海龙王，你的雨还得下指标。10点阎王，你们的 KPI 要翻倍。太阳上的剑幕以后得3班倒，你们答应吗？下什么雨啊？本王要补个回笼觉，天塌下来也别叫我。上什么班？到点就起来，爱谁上谁上，老子不干了！关门！地府今天提前放假，生死不给我锁起来，谁来了都你们竟敢集体罢工！天道循环都要停滞了，没有能量，整个洪荒都会崩溃。崩溃就崩溃喽，
正好大家一起躺平，多省心啊！总比被你逼着干活强啊！行，算你狠，我收回格式化的命令，但是天道不可一日无主，这个烂摊子总得有人管。谁说非要人管？什么意思？系统，别装死了！我知道你听得见，把你那条破源马给我交出来！宿主，你要干什么？嘿嘿，给你升个级，我要把你打造成一个全自动天道托管 AI， 以后风调雨顺、生老病死、气运流转，全都由你自动演算，实现全自动化办公，谁也别想再管谁。全自动？没错，道总啊，你也可以退休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操心 KPI， 咱们一起躺着，这不香吗？陈胜，你是不是给这破桌子装后门了？为什么好牌都往你那儿跑？道总，愿赌服输啊！这叫天道，不是人道气运，大伙儿都想躺平，气运自然向着最会躺的人了。吃2万，通天，快给钱！我悟了，这麻将里的深刻变化比那天道玄妙多了。急什么？生时还没糊呢，我感觉这把要自摸个大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用等了，清一色一条龙，杠上开花，给钱吧各位！我当初就不该把这玩意儿带进来。这洪荒之内到处都是睡觉的，连个吵架的都找不着，太无聊了。就是，师傅的躺平大道已经深入人心，咱们的任务完成了，可咱们不能闲着呀。我听说这墙外面有个叫奥林匹斯的世界，那里的神仙一天到晚打来打去，吵得要死。吵？那就是不懂躺平的真谛。他们需要教化，需要我们儒教送温暖。师兄弟们，发现新大陆了！那里的生灵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好，去给他们讲讲道理。踏奥林匹斯！